九天玄女文术，死去人间历七情六欲，娑婆花开七色，功德圆满方可进阶上首。也好，我便尝尝这人间情味究竟是何滋味。汉明，明日小贤就该下葬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还是赶紧回去主持他的葬礼吧。来，走。小贤还没死，文小姐说了，只要幽昙花开，小贤就有救。开了，幽昙花开了，文小姐，小公，幽昙花开了，小贤有救了。文小姐再有本事，她也不是神仙，还指望她能起死回生不成10年前小姑娘病危，也是她救回来的。文小姐就是神女，她说有救，就一定有救。文小姐，走。让开，让开！文小姐来了，小贤有救了。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文小姐成了，成了！小贤有救了。摔死我了！这个地怎么这么滑呀？都怪你这个骗子，搞这些鬼名堂，害我摔跤。幽昙花碎了，我妹妹现在唯一活着的希望，让你给毁了。你赔我妹妹的命！你疯了！你赔我！你赔我！师妹，你够了！师姐她已经死了，死了！让她入土为安吧。谁说失败了？幽潭根基未绝，只需有人自愿献出10年阳寿，便可重获生机，继续施救。我愿意，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我都可以，只要能救活我妹妹，我求你了，求你！不行，你与他血脉同源，至亲献祭，有违天道，强行续命，结果便是你2人一同陨。但若由挚爱之人献祭，效果更佳。说，小贤是你妻子，你愿意的吗？是不是啊？说，师妹啊，你知道的，为了小贤我什么都肯，别说是10年了，就算是我的命。不行，你是我们家的独苗，这女骗子说什么你都信呢？她就是存心害你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！够了，妈，这花怎么说都是你压坏的。更何况师妹这么坚持，或许事前真的还有机会。温小姐，动手吧。这就可以了。幽昙花修复需吸收7日日月精华，在此期间，务必保护好视线，不要让他身躯损毁。你妹妹究竟何故身亡？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家里突然着了火，灯火扑灭，我妹妹已经死了。所以是意外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世贤生完孩子以后，一直闷闷不乐，医生说是产后抑郁，
说不定那场大火……你妹妹的死，绝非自寻短见。什么？怨气冲天，她是被谋害的。井口八棱，暗合八卦死门，莲花逆生，意在断其轮回之旅。这是锁魂井。锁魂井，魂魄被困于此，日夜受阴风洗涤，即便是化作凶煞，也无法离开3丈之地。永世被困，不得超生。我们找的可是江城最有名的大师，多少人捧着钱都请不到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看不懂就说这是邪的，吓唬谁呢？此井聚阴所上，凶力异常，飞鸟不渡，活物难进。若长久置之，必生妖物，需即刻拆除。妈，你快醒醒啊！妈，昨天是血的尸体也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想害死我妈吗？世民，我一忍再忍，现在我妈都这样了，你们还要向着一个外人吗？世民啊，你胡闹也该有个度。来人，送文小姐回去。谁敢动文小姐？叫施工队过来，把这口邪井给我彻底拆了，一块石头不能留下。如果有人敢从中作梗，就别怪我这个做家主翻脸不认人。文小姐，我先带你去休息。文小姐，今天的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抱歉。我此次前来，皆为你所求之事，尘嚣扰攘，与我无关。我之前就听小贤说过，她婆婆嫌她没生出儿子，又不想要2胎，说她要断了李家的香火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人竟然能做出杀人镇魂这样的事情。我早该把这个人……所以你觉得，你妹妹的死与李母有关？难道不是吗？镇魂反噬之事，非同小可，她承受不起。若她真的是主谋，绝不敢让人拆井破阵。凶手定当另有其人。今日叫诸位前来，是想宣布一件事：当日那场火灾并非意外，是蓄意谋杀。难道真的是亲家母？锁魂井是他搞的，肯定是他。这人怎么这么坏？把人带上来！这不是书豪的妹妹吗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世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李云美，火灾那天你在干什么？我那天生病了，去医院看病，这是我哥知道的。啊，对，当时李云美跟我说想让我开车送她去医院，但我当时急着去公司，让她自己打车去。你被他骗了，他没有去医院。世民哥，我有挂号单，还有病历，这些都能证明，你不能冤枉我。哦，我们的人证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你死了，阿豪哥就能永远跟我在一起。李云美，世贤竟是被你故意打晕放火烧死的。树豪可是你亲哥，你居然觊觎你亲哥，害死你嫂子，你这是乱伦呐！世贤供你吃喝，供你念完了大学，你不仅不感恩，还害死了他，你好毒的心肠啊！世贤，世贤，是我没用，是我对不起你啊！书豪，这不怪你，谁能想到你妹妹竟然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把她接到家里面。明明是你授意我这么做的，不是说你喜欢我，要跟我在一起的吗？你不是说只要张世贤这个阻碍没了，你一定会跟我结婚的吗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怎么把脏水泼在我一个人头上？我们是亲兄妹，你竟然如此荒唐！你以为你哥跟你一样不知廉耻？李云美，你心理变态吧？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攀咬别人，整个江城上下谁不知道他对我妹一往情深？你挑拨几句我就会信了吗？真凶已现，你待如何处置？我要让这个杀人凶手跪在我妹妹面前磕3个响头。好，那就让真凶跪下，给世贤磕3个响头。跪！书豪，你怎么也跪下了？好一对假兄妹，真夫妻啊！你们俩是一伙的！你们这2个奸夫淫妇！我是书豪让我放的，我照做了。他说他跟世贤是奉子成婚，没有多少感情，后悔当初跟我离婚。我信了，所以我才……前妻！好你个李书豪，你居然把前妻带进我们张家，还骗我们说是你亲妹妹！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王八蛋！小贤对你掏心掏肺，就算被你妈为难，他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。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你怎么下得去毒手的呀？待我好，我不过就是挪用了2000万买了套别墅，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，像审犯人一样的盯着我，说白了不就是不信任吗？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能名正言顺的继承他的财产，张家的钱才能我可就要！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晚了，我活不成。他张世贤也别想污我，我要让他跟我一起下地狱。你做了什么？幽昙花呀，那个能救他醒来的幽昙花，昨天晚上已经被我给毁了，现在恐怕已经烂透了。家主，不好了，幽昙花枯萎了。张世贤、张世民，你们兄妹俩不让我好过，我就跟你鱼死网破，让你们也不好过。哎呀，我好像记错幽昙花修复的时间了。得你献计，
幽昙花在那晚月圆之夜早已修复完成，而世贤大概也快醒。你敢耍我？我杀了你！你妈，怎么是你啊，妈？杀害世贤的凶手，果真是你！妈，你没事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是妈不好，没有把你教育好。别说了，妈，你别说了。报应，我的报应来！妈，妈，妈！李书豪，你怂恿前妻杀人放火，又诱骗你母亲布下锁魂井，妄图困住张世贤，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是我做的，全是我做的，全都是我做的。张世民，你联合一个神棍伤我母亲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报应！鬼啊！死！世贤，世贤！饶了我！走！世贤，世贤，陆小姐，求你救救他吧，救救他吧！我真的错了。世贤，哥，结界已破，邪祟出逃，看来还要在山下多待些日子。文小姐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可以住在我们家。您是我们的恩人，于情于理的话，我们都应该好好招待好您。也好，我隐居之所有一棵娑婆树，你帮我带下山来吧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温小姐，李书豪不会再出来害人了吧？他还没那个本事，他不过是借他人之口向我传话罢了。那就好。李书豪那个畜生，只让他坐牢，真是太便宜他了。他坏事做尽，又献祭了10年阳寿，现在气运早已衰减，即便是在狱中，也没有几日好活。业力反噬，不得好死。大师，救我！大师，求救我！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救我！
文小姐，这是为您准备的饰品和衣服，您看一下合不合您的心意。换一批。让他们都下去吧。您可是不喜欢？家主吩咐了，让我务必照顾好您的衣食住行。您若什么都不选，家主回来该责罚我了。我只是不喜麻烦，不想为这些身外之物耗费心神。既然挑起来麻烦，那就全都留下吧。追下去。何必铺张浪费？我哥若是真心待一个人，那是恨不得掏空了钱包对他好。文小姐，你就收下吧，否则他摸不准你的喜好，要将整个商场买下来送给您呢。这就是娑婆树吗？它的花好特别啊！别动。文小姐，这娑婆树有何特别之处？为何不能碰它？贪嗔痴爱恨恶欲汇聚凝结成黑火。世贤被李书豪的贪念所伤，若触碰娑婆树，会再次体验剜肉割心之痛。幸好刚刚没有碰。七情六欲都到人间娑婆，阿树将你困在人间9只不死，到底是什么？是他！小心！你竟这般护着他，于你而言，他果然不一样。孽障！你已犯下滔天大罪，还不赶紧跪下乖乖认罪！孽障！你已犯下滔天大罪，还不赶紧跪下乖乖认罪！裁决众生无情无欲的9天玄女，竟也会被人间的七情六欲所缚。阿树，若想大道有成，你该杀了他。涂山烬，舍不得，我帮你呀、谢谢。文小姐，刚刚那个东西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人皆有七情六欲，汇聚凝结成娑婆。花开五色，是因为我尚有2情，不曾参透。文小姐参不透的是什么？若与我有关，莫非是爱？气息为引，轻鸟寻踪。追！来，宝贝儿们，深呼吸啊，吸气，呼气，放松。眼神呢要媚，腰肢要软，记住，你们要钓的是凯子，不是爱情。只有顶级的猎物，才能吸引顶级的猎人。来，宝贝们，教你们几个小技巧，终身受用。来，你叫我丁老师。干嘛？是不是感觉不一样？来，你再叫我丁老师。干嘛？有没有？
我只是眼神给出去，我的身体就和我的眼神成为一个 X 的形状。来，你再叫我。丁老师，干嘛？学会了吗？来，你说爱我。爱你，丁老师。宝贝们，接着练啊！好。这位小姐，您的容貌气质可真是万里挑一呀。只是这细节处还差点火候。明珠蒙尘呢，可惜呀。小姐，里边请。请坐。小姐，加入我们挚爱名媛培训班，我给你1对1专业私教，保你稳稳嫁入豪门啊！费用只需500万，怎么样？名媛培训，这是何物？离他远点儿！哟，护花使者呀，小子，别耽误人家跨越阶层啊！这名媛培训呢，就是教人如何识别高净值人群，怎么制造偶遇，怎么把握身体接触的尺度。当然，还有更高级的技巧，只是都是核心机密，只能接受1对1私下传授，不允许任何闲杂人等在场。你说谁呢？温小姐，这人肯定是骗子。穿的人模人样的，原来是个舔狗保镖啊！这位小姐资质极佳，你可别耽误了人家的前程啊！小姐，我真不是骗子，那500万都是等嫁入豪门之后才结的。你要是还是不相信，咱们呢，去教室，我给您单独辅导，怎么样？丁老师，哎，我来补交尾款了。丁老师，我订婚了，是吗？多亏了您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对方可是江城4大家族崔家的独子啊！哎呦，我这次可算是跨越阶层了。支付宝到账500万元，500万到账了。丁老师，我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啊，姐妹，还犹豫呢？丁老师可是点石成金，想嫁豪门啊，找丁老师，你算找对人了。看，活广告！跟林小姐以前就是一个普通白领，现在呢，阔太杀猪盘，还找不脱，两人唱双簧是吧？你，跟你这个屌丝废话。小姐，我呢，给您沏茶。歪瓜裂枣说，今天再吃地。小姐，您要是还有顾虑的话，可以向我们其他学员打听一下成绩，咱们再考虑考虑。也确实有本事。也确实有本事帮人嫁豪女。你干了什么？帮我试试药效如何？你敢阴我！你以身为器，转嫁虚玉。你是金钉。金钉。有人在他身上施了法术，但凡是与他肌肤相侵者，
便可获得富贵姻缘器，也就是他口中所言的嫁豪门。你知道金钉给你施术者，现在身在何处？我恩公可是天神，岂是你们这些凡人想见就能见的？金钉赐福，消耗的是你自身的阳寿。你以为是在福泽他人，实则是在诅咒自己。丁杰，你命火将息，时日不多，只要你肯告诉我涂山烬现在在哪，我可助你解了这咒术。妖言惑众，你诽谤我！出去！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我给你3日时间，想好了来张家找我。丁老师，你看我的条件能上你的私教课吗？我不想努力了。金钉赐福，真有这么玄的事儿？马上你就能亲眼见证。申明哥，志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要结婚了，还有婚期，见见家里的长辈。妈，我是特意带薇薇来见您的。见什么见呀？上个星期安排你相亲，你还说单身，这冷不丁就冒出个未婚妻来，了解人家吗？就跟人家闪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妈，薇薇她不一样，你会喜欢的。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你表姐还病着，我正着急呢。妈，姐姐啊，咱们还真有缘，刚在丁老师那儿见过，转眼间啊，又要成为一家人了。哎，他跟你可不一样，都是培训班出来的，谁比谁金贵啊？怎么了？难道说丁老师特别宠你，给你传授过别的秘籍？满嘴喷粪呢你！管家，管家，赶出去！我可是志远哥请上门的贵客，大呼小叫，谁家做客的这么没规矩？薇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。阿姨您好，我是志远哥的女朋友，我叫林薇。温小姐，您回来了，我正等您呢。妈，干嘛呢？给我点面子。他对文小姐不敬，我们让管家把她扫地出门，就已经很给她面子了。宝宝，别生气啊，我妈她不了解你。妈，我郑重介绍一下，林薇是我的未婚妻。薇薇家是在法国开葡萄酒餐厅的，最近刚回国。她高贵、优雅、有气质，一定是您心中满分的儿媳。哦，名媛啊，哼，哪家的名媛手这么粗糙啊？好好的衣服都勾丝了。林小姐，志远他喜欢你，是因为他年纪小，不懂事儿。你们门不当户不对，你想攀高枝嫁豪门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。阿姨，我跟志远哥是真心相爱的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薇薇？闭嘴，小心我扇你！犬子愚昧，让文小姐见笑了。文小姐，你们出门之后，世贤就一直昏迷着没醒，我实在是担心，能否麻烦您再去看看他？好，请。走。哎呀，薇薇，我妈就这脾气，你别多想啊。回头我跟她好好说说，让我妈给你安排一个
改口的大红包。我没事的，志远哥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文小姐是什么人物啊？我好像看你母亲特别看重她。之前没见过，可能是世民哥的女朋友吧。都是一个培训班出来的，凭什么她就被捧上天，我就得低三下四百般讨好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让她压我一头。他碰了搜婆花，痛楚郁积，心魔难消。什么意思？用你们凡人的话说，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张家五房全是罗汉，就小贤这么一个贴心的姑娘，哥嫂又过世的早，从小到大，家里所有的长辈都把她视若珍宝，怎么就偏偏遇上那么个混账？小贤从前很开朗的，如今都不爱笑了，怎么能不让人心疼呢？我虽无法帮他去掉心魔，但有一办法，可帮他抹去部分痛苦的回忆。我实在不忍心看世贤这么痛苦，只要他能开心些，我怎么样都行。还劳烦您再帮帮他吧。往事已矣，前路光明，心安神安。去。世贤的病仍需仔细调理，我帮他开医药方，你们再帮他好好调理一下。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无以为报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张家上下唯你马首是瞻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给你，包括我的命都有。你到底耍了什么手段？竟然让我婆婆都对你言听计从，与你何干？咱们都是民院培训班出来的，也都是丁老师带的学生。你在张家能混得风生水起，不如教教我怎么做，咱们俩一起联手，一起赚钱，不好吗？你虽迷得住崔志远，却迷不住他的家人。你的富贵如镜花水月，若不知收敛，长远不了。我看你是不想合作了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去告诉张世民和张家，说你和丁杰睡了，才获得了这些下总手段。我看你还怎么在张家装清高。你跟丁杰干的那点脏事，还想栽赃在文小姐的身上？世民哥，你误会了，我……别叫得那么亲热，我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工于心计，谋求富贵，这本没有错。可是你贪欲过甚，不懂收敛，晚年必孤苦潦倒。你咒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你竟然敢咒我！在我面前还想打？来人！啊！你欺人太甚！你从今天起，不许踏入张家半步。带走，走走。你们不能赶我走！我是志远哥的未婚妻，我是张家的客人，放开我！志远哥，志远哥，快救我！救我！放开！微微，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文小姐了，她就让世民哥把我赶出来了。志远哥，人家害怕。妈，这文叔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微微是我的未婚妻。他凭什么说赶就赶？是不是仗着世民哥护着他，就觉得我们五房好欺负啊？我觉得他就是……住口！我又没说错，他一个外人，凭什么在我们家指手画脚，还欺负我的未婚妻？这口气我咽不下，今天我必须给他一个教训！你个蠢货！志远哥，从小到大，你连骂都没骂过我，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恋爱脑，不劫财。文小姐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有几次三番救我们张家于危难，你居然要为了这个假名媛，却对文小姐出言不敬。总之，我是绝不允许这个女人进门。志远哥，她打的可不是你的脸，
他打的是你做男人的尊严，就算他是你母亲也不行。难道你要愚孝母亲，抛弃爱人？妈，辉说的对，是你太过分了，面子是自己挣的。今天我就要为我的女人出这口恶气。不敬父母，不孝人伦，当受天谴。儿子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志远哥，你干嘛用那么可怕的眼神看着我？我有点害怕。你说过你最爱我，最宠我了。贱人！崔世远，你疯了吧你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，什么野鸡敢勾引我，还敢对我妈不敬！老子今天不多给你几个巴掌，你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打呀，来，有本事你打死我呀！哼，我可是金丁赐福过的女人，我注定是嫁进豪门享清福的。你应该对我死心塌地。你要是敢忤逆我，哼，你一定会遭到反噬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还不明白吗？法术已解，好自为之。我说怎么跟中邪似的，还不赶紧谢谢温小姐？多谢温小姐。自己招来的脏东西自己解决。志远哥，姐好，他们都已被金丁赐福，等着辞职嫁豪门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要走就走吧，都走。走。干嘛？你也要辞职啊？不是，我想请少爷看看，这花儿香吗？你走吧，他是不会受你影响的。温小姐，那个邪物到底要做什么？目的尚且不明，但目前看来，似乎是针对你的。温小姐，我可不想重招，您可得分离。温小姐救我！温小姐救我！
文小姐，我要是最后1个月再吃这药，行吗？你疯了，命都没了，还等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可以，在你气息断绝前服下，皆可生效。还和以前一样长吗？是。谢谢文小姐。那我最后再吃。欲望难填，终将自焚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傻子，你快吃吧！你小心夜长梦多。让我变回以前那个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多看一眼的屌丝，还不如趁着最后的机会捞够本儿，反正还有9次机会。9次之后我再吃药。原来金钉深还有次数限制，幸好到了，不然就不知道这内幕了。若我现在和丁杰再睡一次，他也只能保我1年的豪门运。那后面该怎么办？看来我得好好利用他，可千万不能浪费了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往后啊，我的荣华富贵可全都靠你了。你这个魔鬼，把药还给我！把药还给我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啊！欲火燎原，易放难收。从他没有吃丹药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那林薇最后会怎么样？他习惯了挥金如土，却不修内在，最终债台高筑，饿死街头。阿树，你竟然因为他生出了欲念吗？张世明，我要杀了你！哥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你可一定要救救我！你又闯什么祸了？刚刚我躺在客厅玩手机，管家突然过来说，温小姐请我去她雅苑一趟，她有要事要找我。你说我该不会这么倒霉，又被什么脏东西给缠上了吧？我陪你去找文小姐，看看咱们身上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文小姐，请问小贤出什么问题了？求温小姐救救我！你们俩在胡说什么？小贤怎么了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您找我过来是？我找你是想问你，那天的那种甜水是从哪儿得到的？啊？糖水？吓我一跳！原来您是想喝奶茶，我马上给你点。爱恨贪嗔痴欲，从前我不解世人为何有欲望，我如今尝到这一丝甜味，竟然催生出食欲。温小姐，
你说那个金丁，他真的会等到最后1个月才吃药吗？谁？这是那邪祟身上掉下来的，你知道是什么？狐妖。哥，你们慢点儿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今天给你约的心理医生叶凡，叶医生。张小姐，你好。你好，有温小姐在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听管家先生说了您的症状，自从您被渣男辜负过以后，总有些心绪不宁，整夜噩梦是吗？前段时间刚好些，最近有些反复了。张小姐是创伤后遗症，遇到刺激便容易复发，不过不用太担心，慢慢做心理疏导，一定会好的。那就有劳叶医生了。请。草人替身，正气，小仙，圆圆去哪了？哎呀，这小娃娃还挺水灵的。是圆圆，圆圆，放开我！我的孩子，有人拐卖孩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圆圆，小姐，小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接连几天做噩梦，没睡好。自从与那团黑雾相撞之后，我感觉你状态特别差，我有点担心你。文小姐，小贤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你都梦到什么了？说起来，这梦也奇怪，我梦到了个奇怪的中年妇女，把我孩子卖掉，我怎么追都追不上，喊破嗓子都没人帮我。那个中年妇女是不是戴着一顶梅花帽？你也梦到了？我连着几天做噩梦，梦见一个戴梅花帽的中年妇女把我家小孙儿抱走了。我脚下像是灌了铅，怎么都追不上，吓得我这几天天天亲自接送孩子上学，就怕噩梦成真。那个女人是不是还穿着灰色夹克？你们都梦到了？你们遇到众梦人了？众梦人？什么是众梦人？执念深重之人，以梦为主，植入他人梦境。被众梦者，皆会成为他执念的傀儡，在梦境中替他完成未尽之事。我们的梦是别人的执念。你们都在梦里丢了孩子，莫非是谁真的丢了孩子，想用这种方式寻亲？想要知道真相，何不问问他本人？先生、小姐，叶医生来了。我来看诊。小贤，你这会儿方便吗？方便。你煞费苦心的众梦，所求为何？你是谁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他是谁？为什么我看着他，竟然有想跪下倾诉一切的冲动呢？像是见到了某会应该信奉的神明一样。不对，我怎么会对他产生这种感觉呢？我难道是被催眠了吗？他是谁？张小姐是新请了别的心理医生吗？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你请他来，
是要把我换了。按流程来说，他这时候是不是要例行上来质疑文小姐身份异同，大放厥词了吧？文小姐神仙下凡也难比吧？你怎么这么想？我医术不坚，没能彻底治好您的心病，十分抱歉。余下的疗程我会尽快结算退款的，祝张小姐早日康复。他居然这么讲道理吗？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那狐狸把你变成众梦人，你可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你以执念滋养梦境，在世间散播梦魂。你可知，执念释然之时，梦境必然坍塌。那狐狸有没有告诉过你？梦碎的反噬是魂飞魄散，永不超生。我凭什么信你？那只狐狸我养大，他闯的祸我管。我的事很复杂，你确定要帮我？你该问问你自己，是否愿意接受我的帮助？你们的梦是真的，我就是那个梦里被拐卖的孩子。至于买我那家人，他们的儿子是个痴呆，所以买下我做童养媳。这些年我装傻充愣，讨好每一个人，才换来读书的机会，逃了出来，成了心理医生。我治过很多人，却唯独治不好我自己。天啊，叶医生的身世这么坎坷。所以你的执念是认亲。我的确想找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我并不想认亲。我想站在他们面前，亲口问一句：为什么要把我卖掉？半真半假，你还是不够诚信。文小姐，既然您是那只狐妖的主人，想必能力非凡，请您帮我。我只想求一个答案。你只有一次求我的机会，你确定是想见到卖掉你的亲生父母？是。你本性善良，所求之事亦不过分。也罢，我便陪你走这一遭。血脉为眼，青鸟照归路。去。就是这儿了。有人吗？谁呀？来了。你们找谁呀？你是爷爷？我孤寡老头子没有亲人。哎呀，你们找错人了。我小名叫丫丫，5岁那年走丢的。我手腕上有一道烧伤的疤，养父母说是去他家以前就有的。丫丫，你真是丫丫！老天爷开眼呐！临了临了，让我见到我孙女了，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。丫丫，让爷爷看看你，你咋这么瘦啊？为什么要卖掉我？丫丫，你说什么？我记得小时候咱们家里很有钱，赏口饭吃的事情而已，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为什么要卖掉我？丫丫，怎么能这么想？你是被那千刀万剐的人贩子拐走的。你走了以后，你爸你妈为了找你发疯似的满世界找，工作都不要了。可没多久，在路上出了车祸，人都没了。我从来都不是没人要的孩子，是吗？你是爷爷唯一的亲人。来，大家来坐。老头子，腿脚不利索，又没有力气收拾，让你们见笑了。哎，你们稍坐，我去给你们泡茶。
怨气化水，你家的茶喝不过。我孙女好不容易找回家，哪来的怨气？八卦镜镇宅，泰山石丫鬟，你这院子的布局是有人指点过的？你镇的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听说过鬼剃头吗？你被怨灵缠身，鬼剃头、瘸腿，都是你被怨灵缠身的征兆。你这院子不太平。小姐，您说笑了，我就是老了，腿脚不利索。文小姐从不说笑，如果你有难处的话，可以跟我们说，文小姐或许会帮你。你请人布下这镇煞局，也只能勉强保命。你这院子怨灵极多，怨气极重。说吧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到底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爷爷，你别害怕，文小姐是天神下凡，如果不是她的话，你跟叶医生也不可能团聚。既然她开了口，有话可以直接说。是啊，爷爷，文小姐很厉害的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。丫丫，送客。冥顽不灵，自寻死路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想多管闲事了。爷爷，文小姐，请你帮帮我。丫丫，别听他胡说，爷爷能瞒你什么？他不敢说，是因为这院子中的怨灵有两个是他的亲孙女。哎呀，这院子的确不干净。那两个怨灵是丫丫的两个姐姐，丫丫的狠心的妈妈嫌弃他们是丫头片子，把他们活活给打死了。你为什么要逼我把这肮脏事都挖出来？这么残忍的事，你非要揭开来，这不是逼着丫丫去和她死去的妈妈一辈子活在个阴影里？我没这么脆弱，我想知道全部真相。丫丫，别怨恨你的妈妈，咱们的农村就这习俗，不是她心狠，是她太想要个儿子了。果然是重男轻女，老封建。你本来有两个姐姐，可她们都没有长大。你妈妈呀，觉得养闺女没用，就把她们偷偷打死了，埋在这院子里。从怀孕的时候，她天天求神拜佛，结果一看还是个丫头片子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想抱孙子了？养这么个赔钱货，哪有钱养儿子？苦毒还不食子呢！你想要烧死他，那不如把他送人。那毕竟是你亲闺女呀！我怎么就没想到，这个死丫头卖了，不仅不会赔钱，还能赚一笔。老东西，给我放开！干什么？丫丫！丫丫！丫丫，丫丫乖，妈妈带你去买好吃的。丫丫！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这种人死了也该下18层地狱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都过去了。毕竟你回来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世上没人爱我，原来有人拼死为我争过。唯一爱我的亲人，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该怎么弥补你才好呢？丫丫，爷爷老了，腿脚不行了。如果你能带爷爷去城里养老，爷爷这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故事编得太圆，反倒露了馅。你谎话连篇，福气已然耗尽，你该偿还。
文小姐的判断从来不会错。你为什么说谎？我没撒谎。雅雅，你到底带些什么人来？叶凡众梦隐恨，寻到了你这个根源。你若坦诚相待，怨灵或可平息。可你不仅不认罪，反而谎话连篇，栽赃嫁祸，你离死期不远。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当然是来报仇。这两些赔钱货，又不能为孙家传宗接代，妈妈给你拿水冲一冲，还不如当根柴火烧了。你把我拐来给你的傻儿子传宗接代，现在能给你留个种就不错了。既然还这么对你的亲孙女，你就不怕断子绝孙吗？你说我有话打你，打你！嘿，爹，不听话的女人就该打死。宝宝说的对，就该卖掉。打死，打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！老子当年心太软，早就应该把你给解决了，一了百了。死到临头，还敢嚣张？我家9代单传，我想要个孙子继承香火，我有什么错？你若只对不起叶凡母女，哪里会引发这滔天恨意？你身上背的可不止贩卖血亲这一桩罪。头戴梅花帽是为了遮盖癞头，身穿女人衣是为了混淆他人的视线，让他们认不出你原本的样子吧。孙田就是梦中的那个人贩子，你不单单卖了我，你还拐卖了10几个女人和小孩，多少家庭因为你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我真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五马分尸。你们到底想做什么？你该问的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你该问的不是我，而是他们。他们顺着梦的指引来找你。大师，仙姑，求你救救我！我给你钱，给多少我都给。我错了，我都错了。你该跪着忏悔，寻求他们的原谅。若是你心诚，他们方可消除部分恨意，你还能获得一线生机。文小姐，干嘛要告诉他？他这种人不值得你帮他。各位大仙，我错了，我跟你们烧大金元宝，烧大别墅，什么我都给你，我错了。我错了。他们好像没有接受你的道歉。因为他不是真心悔过，他跪在这里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文小姐，求你帮帮他们，要帮我给我妈妈一个公道。如你所愿。你不是神仙下凡吗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些被你害死的人，他们生前无所依靠，死后更是无处埋骨，无处可去。如今终于找到凶手，自然是要看到你承受生世魂魄之痛，方能消除其怨气。那他会怎么样？剧痛折磨，终生颠倒。叶医生，文小姐，叶医生不是坏人，他
他只是想救母亲而已，求您帮帮他。妈！你所种之梦，竟然是以爱为核，而非恨，有点意思。我其实2年前就找到了这里，知道了所有真相。可惜，我妈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被卖之后，她就跟那个傻子同归于尽了。她是自杀而亡，魂魄不入轮回，不得超生。可她有什么错？那些被她害死的人又有什么错？我和狐妖做交易，成为咒梦人，不是为了报仇。我想给所有枉死的、困在怨念里的魂灵，求一个往生的机会。黄小姐，我知道你有大能，请你帮帮我，帮帮他们，救救我妈妈。会做咒梦人，你把什么东西卖给了那狐狸？我的肉身。失去肉身，生魂漂泊，无法落脚，死期未至，无法入轮回，你会魂飞魄散的。我不后悔。起来吧，这些可怜人，我救了。怨灵都被净化了，好神奇啊！丫丫，往后你要往前看，我在光亮里好好活。妈，你也是，下辈子一定要平安喜乐，幸福安康。叶医生，没事吧？带医生去医院。哥，小心！一太肉体，血还是很热的。滚出来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想当宠物的野狗，你也配伺候主人？等你死了，主人还是我一个人的。小贤，我死之后一定要照顾好文小姐，她合适必须是青城花瓣上的露珠，手工只可用100年以上檀香。最后，奶茶要少瓶全糖。聒噪！哥，你别说了。他死不了。好了，有我在，你想死也能。那这老混蛋怎么办？必须抓住秦军，他早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他的报应还在后面。主人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咒梦影响的不止怨灵，还有人类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，做了什么。那所有人都会知道他是人贩子吗？他出来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那个人贩子孙乾，快过来揍他！我打他！做人贩子！文小姐，开了，苏破花开了，整棵树都开满了。这花真的全开了。哥，文小姐，
警方那边顺着孙田那个人贩子的线索，破获了一个大型跨省拐卖网，救出了好多孩子，上百个家庭都能团圆了。那叶凡怎么样？叶医生没事，这一次破案，他作为人证，帮了警方好多忙呢。他以自身为重，引天下父母寻子之念，汇成梦境，照亮那些被隐藏的罪恶。此乃大善。主人，这次我也算将功折过了吧？你擅离职守，放走妖祟，附身凡人，戕害无辜，你犯了这么多错，一句轻飘飘的将功折过就想接过了？主人20多天没来看我，我以为主人不要我了，这才私下凡间，发现这凡人纠缠你，我以为主人动了凡心，我才……如今看到娑婆花开，才明白主人心中装着对芸芸众生的大爱，而非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。阿剑犯了错，无可辩驳，但凭主人责罚。看你认错态度良好，待解决了麻烦事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主人最好了，您罚我吧，怎么罚我都行，就是别不理我。你这么说话，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？我就是狐狸，狐媚一点怎么了？不对，主人，上次你单独为他开出那朵玉之花，又作何解释？那肯定是文小姐觉得我人不错。我呸！你少仗着主人千年前历情节，与你有过一世姻缘，就在这里得意忘形。情节已过，现在你与我主人而言，跟普通凡人没有区别。哎，你的意思是我跟文小姐之前有过一段姻缘，是不是？结过即空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角色了？那这棵树上，因为我开过一朵花，有你的吗？我陪伴主人几千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不像有些人，连主人最爱以哪种招录都不知道。哎，但你别忘了，这段时间是我陪着文小姐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在她的身边的话，我会比你做得更好。不像你，她一走了就只知道给她闯祸添麻烦。就凭你这几十年的寿数，谈何照顾？等你死了，我给你灰都扬了。惹事无忧，短命凡人！你闭嘴！在场把你们两个嘴都封了。如果说上次单独开的那朵小花不是代表爱，那是代表什么？食欲。食欲。少冰全糖啊！原以为文小姐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，没想到和我一样，竟然喜欢喝奶茶，还喜欢少冰全糖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不要拿自己跟文小姐做对比，有没有礼貌？文小姐，你说这个娑婆树上开的是七情六欲，而如今花开六色，想问你最后没有参透的那个究竟是什么？是吃，我猜的没错吧，主人？世人皆痴，求不得也放不下。我见过太多执迷不悟的痴，可最后始终还是无法参透。人一旦动了心，生了念，就会死，这个很好理解。短命凡人，你懂什么啊？我主人可是九天玄女，她掌裁决护苍生，心中装着的是天道与众生。主人大公无私，自然无法理解你们凡人为了一点痴念就拼得头破血流，至死不悔。我也无法理解你，凡人无知容易犯错，可你早已看破人世，修成正果，为何还会明知故犯？对不起，主人。说吧，你下凡多久了？可知道那东西现在身在何处？温小姐，她到底放跑了什么呀？主人命我于青云山结界处镇守一具千年不化骨。1年多以前，我思念主人私下凡间，封印失了镇守。如今那不化骨恐怕早已潜入人间了。祸已酿成，我有权利弥补。东方信众，听我号源，结界。这声音，神女召唤我了。让总助理介绍所有事，我现在要去见神女。
姐姐，20年，我已经长大了，终于可以为他做点什么。文小姐，这不化骨到底是何等邪物？哼，知道僵尸吗？即天地怨气、死气晦气而生，不老不死不灭，被天地人三界摒弃于众生六道之外，分别为紫姜、白姜、绿姜、毛姜、飞姜、游尸、伏尸，最后是不化骨。知道，我看过很多这样的电影，他们还会这样跳，还会吸人血。不过捏住鼻子不呼吸，他们就找不到你了。你说的那是最低级的毛姜，不化骨日行千里，无惧凡火，寻常法器难伤其分毫。说他吸足9位至阴命格之人的精魂，便能褪去死躯，化身为拔，拔出则赤地千里，江河枯竭，人间浩劫。这么一个东西让你给放出来了，我只想下山找到主人，谁知道那破结界那么不结实。文小姐，少爷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人。终于来，走。恭迎神女，江北陈家听候神女差遣。都起来坐下吧。多谢神女。我要找的那9人，可有线索？文小姐，我动用所有渠道筛查，符合你给出的8字条件者，全国共9人，其余8人近3月内相继失踪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警方也无线索。经查，第9人的消息完全没有匹配上，似乎是有人被修改，刻意隐瞒。恕我的无能，没有达到文小姐安排。第9人已经来了。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姐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过来，让姐姐好好看看你。姐姐，你还跟我记忆中一样，那么美。我都开始长皱纹了。你倒是会说话，怪不得你能当大明星。主人，正事要紧。若不是因为你，哪能惹出坚若祸端？不化骨现世，游走人间，吸食人血。若放任不管，他必定进化为拔，到时候旱地千里，人间大乱。若诸位发现有何异常，速来张家禀报。我等愿助神女捉拿不化骨，共同护佑人间。去吧。小陈，其他几位命格之人皆已失踪，只剩你还没被不化骨找到。我担心他的下一个女人就会是你。孟老师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小时候可喜欢你了，你演小皇帝那部戏，我至少看了5遍呢。你是姐姐的朋友，当然可以。要合影吗？啊，好呀。哎，又来一个争宠。喂，你与主人是何渊源？我成名较早，惹上过不干净的东西，险些丧命。是姐姐帮了我，还叫我对外改了生辰信息。小陈，你近些年来是否遇到过一些不寻常的事？拍戏、抢通告都是日常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过来，让我看看。
在文小姐面前，你最好不要有任何隐瞒。你敢耍任何花招，主人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记忆无稳，一切如常。以你的命格，年少成名，成年之后，星途本该逐渐暗淡，最后复归平凡，可为何近年来却能逆势翻红？姐姐，您是说我命中注定要过气，没有任何机会翻红？以你自身的话，翻红是绝无可能的。除非以邪法篡改命数，强夺他人气运。不瞒姐姐，前2年我的事业跌入低谷，无戏可拍，我差点就要退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公司突然换了经纪人，不出1年，我的事业就重新有了起色。雨辰，你也太谦虚了吧！涨了3000万粉丝，还拿了个影帝，这叫有起色？小红靠跑，大红靠命。主人，他翻红速度如此诡异，肯定借助了外力。小陈，你的那位经纪人绝对有问题，带我去见见他。今晚我有个出道20周年粉丝见面会，他一定会到。这杯酒叫仲夏夜之梦，它和姐姐一样，既神秘又美丽，让人不自觉的想要靠近。小陈，这是何意？鸡尾酒啊，挺好喝的，不信姐姐试试。这酒姐姐，他是不化蛊变的。阳火飘摇欲息，这的确是受极阴之物侵扰，神识被操控之兆。僵尸境借之不化蛊，
的确是能操控人类意识。什么养活鬼火，什么不化骨，你是要装神弄鬼吓唬人？放开我！聒噪！此地阴阵异常，需立刻破除，否则人群聚集，一生变故。这里被布下了子母阴煞阵，阵眼分布在内外。小陈，你随我去外面寻找外阵母丁，你二人就留在此处。这里是内阵枢纽，记住，务必小心。若有异常，全力回制。挖到了，姐姐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子母院髓丁，母丁在此聚阴纳煞，待月圆之夜，将9枚子丁打入9位特殊命格之人体内，汲取其精血命魂，便能助不化骨破体，化身为靶。好冰！姐姐，这东西会咬人，我不会有事吧？小陈，你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好像有一点晕血。姐姐，我好像能想起一些事情了。自从换了经纪人之后，我总是做一些相似的梦，在地底下打树根部。不化骨就是被镇压在扶桑神树底下。你继续说。那个人跟我说，只要我按照他说的做，他就能一直让我红下去。不化骨能力卓绝，这有可能不是梦，而是他借梦给你留了印记。此阵已破其一，咱们先回去吧。那帮人都是什么眼光？这么多人喜欢。就是，我瞧着长得还没我好看。喂，小贤。哥，失踪的那8个人定位出现了，卫星定位显示他们正在朝你们所在的区域聚集。你把这个信息同步给我。好，我马上发你。那2个人不对劲。死气缠身，却无魂归之象，是活尸傀儡。快到子时了，主人怎么还不回来？那不化骨若真在此刻现身，主人可就危险了。这……你们不是神鬼，你们真有本事啊！小爷有本事，还用得着你说？那你们刚刚说的不化骨，什么八字特殊之人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们啊，再说一句千年僵尸，他专挑特定八字的人，吸人精血，吞食生魂，把人变成了行尸走肉。不过说来很奇怪，那不化骨他知道不杀生吸食血包，还能手眼通天，收集了这么多八字命格特殊之人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僵尸特定八字，雨辰会定期组织粉丝跟他一起做公益献血，还让我收集粉丝生辰信息，从中挑选幸运儿参与线下活动。如果你们刚刚说的都是真的话，那这个活动都已经搞了1年多了。
信你自愿献此身魂，滋养圣尊。祈愿孟雨辰先生星途璀璨，永伴光辉。他不仅吸收粉丝气运，还用这种方式筛选祭品。孟雨辰就是不化骨。随时小心，快走！别逼我杀生！狐狸，圣贤。感谢各位今晚的到来，我们相聚于此，是为了一个人，一个陪伴我走过漫长岁月的特别的人。我们之间的羁绊很深，若是没有他，便没有今日的我。小姐，快走！孟雨辰就是不化骨，凡人的苍蝇。九天玄女，若不是你，我何至于被封印1000年？九天玄女，你有金身加持又如何？不是逃不过我的尸血污染吗？术法失效，九阴镇魂，九天玄女又如何？今夜便是你的死期。九天玄女裁决善恶，守护人间，在我看来不过如此。你莫不是沾染了太多的人间烟火，功力也退化了？就算我功力大减，也不妨碍我阻断你化身旱魃。姐姐，快跑！你敢反抗我的操纵？不想继续活了吗？姐姐，他的目标不是惩罚，他是想夺舍你。卑贱的凡人，就凭你也想坏了我的大计？什么不化骨？你就是个狗杂碎，不应该鬼迷心窍跟你交易，从我的身体里滚出去！现在知道，太晚了。以发为引，以血为媒，魂以神转，夺舍起！怎么不自命不凡的天神也会害怕形神俱散？为何要怕？狡猾的天神死到临头，还要耍什么花招吗？你没听闻过魔高1尺，道高1丈吗？你休想骗我！我才不会像3000年前那样再上你的当！你寄生在小臣体内，自以为屏蔽气息，便能瞒天过海，可殊不知，细节早已将你暴露。小陈，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好像有一点晕血。那又如何？你身中9丁元神被封，如今又陷入我的夺舍大阵，即便是你察觉到了什么，
也改变不了今晚的结局。文小姐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。杀你之前，我的确有一个问题很好奇：你若想夺舍，决意补充人给你，天地宽广，我亦寻不到你，又何必煞费苦心夺我仙躯？哼，凡人道不尽生死轮回，夺舍了又有何用？你既想寻长生，身为不化骨，早已跳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内，不生不死，寻常术法难生，这些难道还不够吗？不老不死又怎样？六道轮回无我名，天地造化无我份，还要被你们这些正道之人追杀，活得像只阴沟里的老鼠。而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神仙，受着世人香火的供奉，听着愚昧凡人的祈祷，只需要偶尔施舍一些微不足道的力量，就能被感恩戴德，就能被顶礼膜拜。凭什么我不要再做这些见不得光的人？我要借你的身躯，成为新的神。仙风道骨，金身加持，这本就是凡人信仰的人间。若非众生所需，这天神与你不化骨又有何区别？若背弃众生，遭其所弃，神亦可堕。那又怎样？我就是要成为神。既然你这么想，那这神仙就让你做好。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主人，不要！主人，不要！温小姐，我便是新的神。阿锦，还记得我之前教过你什么吗？蠢货！他根本不想把天神之位让给你，也无魂无魄，根本杀不死你，只能封印你。若你要抢夺天神之躯，就能彻底抹杀你。什么？狡猾的天神，你竟敢撺掇这只臭狐狸弑神！那文小姐不是也会死吗？夺舍阵法已然开启，不可停止，也不可逆。张世明，帮我照顾好阿锦。我错了，主人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任性私下凡间，我不该擅离职守，让不化骨流入人间。我求你了，主人，不要死，不要用这种方式罚我。张世明，夺舍完成之后，他会有须臾适应的时刻，但你只有几秒的时间。到时候，是阴护赤阳之物伤我神体，待我双眼静默之时，用棺材钉钉住我的心口。肉气中杀了你，我做不到。只有你能帮我了，答应我。主人，你是不是忘了，驼山家的狐狸最擅长蛊惑人心？不！主人，阿锦这次没有让你失望。闭嘴！
我一定会尽全力救你的。你没使出全力，丁子还差半分，未动心脉。若再进半分，你会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存的。那样，主人是不是就会永远记得我了？最后一种娑婆花开了。世人之所为痴，原来竟是这般滋味，酸涩，刺痛。他总是想知道，他在你心里分量有多重。如今这般结局，也算是求人得人了。九天玄女文术，七情正道，因果圆满，即刻归位。九天玄女文术，此番下界，历劫悟道，平定祸端，道境已成。即日起，进位九天慈薇玄女，赐监察三界之权，代天巡狩，诛邪扶正。玄女不求晋升神级，只求不必多言。下界来报，封印不化我狐师被盗，祸根未尽，阵无遗失。文术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亦当由你而终。应你即刻下界，寻回狐师，彻底了结此桩因果。臣女文术领命。哥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冷清的怪吓人。你真的要搬到山上来吗？万一文小姐哪天回来了，总得有个人守着她的庙，护好她的金身。可文小姐已经修成正果，谁知道她下次降临人间是什么时候？也许几百年。你说的对，也许几百年，也许明天。我犟不过你，我得先回家了。你有事随时叫我。张世明，文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。